老公，我昨天晚上不是刚陪了你一晚吗？今天又这么着急？今天公司上市，有点忙，等我忙完了再回去陪你。哎呀，你别着急嘛，我知道你自己睡觉睡不着，要人陪。等晚点我介绍我闺蜜给你认识。进来。江总，不好了，公司楼下有人闹事，说你老公把他女朋友强奸了。什么？为富不仁，江氏集团总裁纵富雄凶，千里迢迢资助大学生，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。怎么还没过来？你们江氏集团仗着自己是大公司，就能欺负我们小老百姓？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全网直播。江承喜，你要是再不来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刘丽丽是我资助的贫困生，之前一直住在我家，上大学后染上不少恶习。顾成全，你和刘丽丽的学费我已经全给了，你现在又在闹哪出？江承喜，你老公干出这么大的丑事，还说我闹哪出？你老公趁我不在，把丽丽给强奸了。我老公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明天还有个会要开呢。好，谁让你是我老公的？到时候你就住在我这就行。江总，你不是丁克吗？怎么会有老公？这是我的私事，这不需要你管。不用我管。你当初资助我上学，不是让我帮你养老？你现在有老公了，那我一个人就得伺候2个人。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，没门儿。丽丽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老公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。可惜姐，老公对我施暴了1个小时，掐着我的脖子，撕烂了我的衣服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可能忘记？江承熙，丽丽她才18岁，她怎么可能用自己的清白来污蔑你呢？丽丽，我觉得你们之间肯定有误会，老公他绝对不会。够了，江承熙，你老公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，你还在包庇他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赔偿1000万，否则我就报警把他给抓起来。我说了，老公他不会这样做，他也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。这江氏集团都这么是非不分吗？证据都摆脸上了，还在狡辩？人家女孩都自己站出来指责自己被强奸了，这得需要多大勇气呀！我看啊，这个女人她就是个纯纯恋爱脑，就算她亲眼看到她老公犯罪，还是会包庇她老公的。丽丽真是太……朝夕姐，为什么就是不信我呢？现在这个手机是全国直播，我要是敢胡说八道，那我的人生不就全毁了？我会用自己的清白陷害你。江承熙，你也是个女人，你怎么不为丽丽想一想呢？如果不是真的被强奸，她怎么可能全网直播就为讨一个公道呢？丽丽，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委屈，但是我还是感觉这件事它另有隐情。江承熙，他是你老公，你才这么说的吧？我看你就是想包庇他。这女人摆明了就是要包庇自己老公，我看啊，就是她老公干的。没错，
这女人就是在装傻，觉得一个贫困女生不如她的有钱老公。快直播，我要曝光她！丽丽，现在大家都在这儿，都会给你一个公道。你说，她老公是怎么侮辱你的？就在昨晚，扯西姐不在家，喝多了把我堵在房间里。放开我！住手！扯西姐漂亮，说早就看上我了，说要给我2万块钱，说只要我跟了他，我就不用上学了。我没答应，他就脱了我衣服。江城喜，这就是那2万块钱。看你，这就是证据。江城喜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扯西姐，我知道你嫌弃我穷，嫌弃我是乡下来的，但是我们穷人也有我们的骨气。我是不会为了这2万块钱就丢了我的清白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我和丽丽，我们都是一个村出来的穷孩子，我们穷，但是我们也有骨气。扯西姐，你资助我上学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可是我没想到，姐夫他就是个畜生。江城西，你老公把丽丽伤害成这样，你还敢笑？你有一点同情心吗？我笑是我知道我老公不会这样做。你给我过来！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！刘丽丽，你想清楚了再说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要被其他人利用。怎么，你们江氏集团还想当众威胁受害者吗？你是不是还想说给他一笔钱，让他闭嘴？还说什么你老公不会做出这种事，现在还觉得他是个正人君子呢？我呸！他就是个禽兽。我看啊，你就是喜欢戴绿帽子，才把他惯成这样的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我老公真的是那种长期施暴、强奸的人，那刘丽丽不是唯一的受害者。为什么我没有收到其他人的听讯？难道我堵住了每一个人的嘴吗？你们别被其他人裹挟，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。有没有隐情，我们不知道。万一是你们江氏集团用钱封了那些人的嘴呢？哎，他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啊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一个总裁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为什么偏偏要睡老婆身边的人？因为他早就跟我说了，他说扯西姐早就知道他是什么德行，昨天他就是故意不在家，好让他对我动手。都听清楚了吗？这个女人不仅包庇，她还知情，他们连退路都选好了。江城喜，你们这是合伙作案！怪不得死活不肯交出她老公，原来他们是同伙。快直播，把镜头对准她！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女人的老公就不是个好东西，她也不是。江城喜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就是帮凶！刘丽丽，你编故事可是需要证据的，诬告我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可没。这件事情我会立刻报警，让警察来调查清楚。至于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停止对你一切的资助，并且以用报嘴之罪负法律责任。报什么警？江城喜，我看你是想跑，没门儿！江城喜，你家大业大，谁知道你有没有买的关系？今天必须在这个直播下把话说清楚。对，不准走，把话说清楚。
你们夫妻就是一丘之貉，我们要证据。你们要证据，那他们又有什么证据？就凭这空口白牙说刘丽丽身上一身伤，还是说她那一文不值的清白？他们是我老公强奸她，你们就信吗？我身体里的 DNA 就是他的铁证。江城西啊，你不是要证据？这就是丽丽体内 DNA 的证据，你老公就是强奸犯。这就是证据，你老公就是强奸犯，这白纸黑字可写得清清楚楚。江城西，你老公跑不了。抓起来，把他们2个都抓起来！我已经报警了，谁都不准走。这些有钱人真觉得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刘丽丽这孩子人穷志不短，这次看你们怎么狡辩。刘丽丽，你是因为钱吗？你知不知道当年你上不起大学是他资助你的，他才是你的恩人，怎么可能强奸你？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？江城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就算你老公以前资助过丽丽，丽丽长得这么漂亮，谁知道她安了什么心？没错，他们这些有钱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。我看呐，她老公在资助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，只不过丽丽经受住了诱惑。晨曦姐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能信我？一定要让我去死，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吗？丽丽，丽丽，军哥，你不要管我！我没有了清白，没有了公正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想去死。江城西，要逼死丽丽你才满足吗？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这个女人为了包庇老公，说这个 DNA 报告是假的，他们一个施暴，一个包庇，根本就是实属一窝。这个女人简直蛮横不讲理，居然还在狡辩！快曝光他们公司！他这么偏心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现在我们要让他什么都得不到。江总，不好了，我们公司的股价开始暴跌了。江城西，你不是以为钱能解决一切吗？看见了没有？这就是后果。今天必须准备1000万，不然的话，你和你那个人渣老公什么都没了。我再重申一次，不管你们怎么说我老公强奸，他也绝对做不出强奸刘丽丽这种事儿。江城西，到现在你还怎样？你是想说，是丽丽偷了你老公的 DNA 吗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我老公根本就排不出 DNA， 这份报告根本就是诬告，是假的。江城西，你为了包庇你老公，什么话都编得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说他排不出 DNA， 你怎么不说他是太监呢？你这女人也太恶心了吧！为了帮自己老公摆脱罪名，真是什么理由都说呀！这女人真是满口胡言，居然说自己的老公排不出来 DNA， 她怎么不说自己的老公是个女人呢？她简直就是在放屁！好啊，你们既然想要一个证据，那我就给你们。够了！江城西，到现在了你还在狡辩，你纵容你老公强奸丽丽，根本原因就是你无法生育。胡成全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。江城西，你纵容你老公强奸丽丽，不就是因为你生不出孩子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买丽丽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从一开始你们收养丽丽就是一场阴谋，你是想让丽丽给你们家生孩子，对不对？怪不得包庇她老公强奸，原来是想要孩子。这贱女人真是毁了人家女孩一辈子呀！自己生不出来，居然默许自己老公去强奸女大学生，借腹生子，太恶毒了吧！报警！快报警！
抓住他们夫妻俩！报警是吗？警察来了。我们是警察，这里怎么回事？谁报的警？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，我举报江氏集团总裁江承喜伙同她的丈夫强奸我女朋友，这份报告就是证据，我女朋友就是人证。江女士，请你解释一下，她所说的是否属实？不属实，他们诬告我老公不可能，也没有强奸任何人。江承喜，你放屁！这是我亲耳听到的。丽丽身上的伤也是你老公弄的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刘小姐，你确定强奸你的就是江总的丈夫吗？是的，我确定，就在江家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当场对质。江承喜，你疯了！现在警察在这儿，人证物证都在这儿，你想翻供，我告诉你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完了！吴成全，你确定你亲耳所听是我老公公闹强奸了刘丽丽？刘丽丽，你确认你身体里的 DNA 是我老公的？我确定，千真万确。警察同志，我申请让我老公来公司当场对质，只要我老公一出现，所有的真相一瞬间真相大白。我们同意。老公，你现在马上来趟公司，有人举报你强奸。都到这个地步了，这女人想耍什么花招？江承喜，事到如今，这人证物证都在，事情的经过也已经水落石出。你想包庇你老公，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承喜姐，你就别再包庇姐夫了。要是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，姐夫进去了，那你可就是罪犯。就应该让这个女人也被判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包庇她老公？我看她就是这起强奸的主谋。小姑娘，你别怕，今天这个案子我全程直播，一定让这个女人身败名裂。刘丽丽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冤枉了老公，但是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出真相，要不然等我老公来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在说谎。因为就算你脱光了躺在我老公床上诱惑他，我老公也绝对不会强奸你。江承喜，你疯了吗？还在恋爱呢？就算你老公再有修养，面对美色，他也不可能不动心。没错，这小姑娘身材这么好，你老公肯定从资助她学业开始就已经心怀不轨了，不然为什么还要把她带回家里？江承喜，你以为你老公是潘安还是柳下惠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老公是不爱红尘的高人，看到我女朋友，他也会犯贱，这是我亲耳听到的。我这手上的伤就是姐夫施暴时候弄的，他强奸了我1个小时，怎么可能不痛啊？既然你们口口声声的说我老公强奸了你，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我老公来了。你们看清楚了吗？那就是我老公。你们告诉我，一个女人是怎么强奸另一个女人的？是怎么在你体内留下 DNA 的？怎么了，程曦？不是说好介绍新闺蜜给我认识？人呢？就这么应付你老公啊？江承熙，你以为找这个女人就能拖延时间了吗？程曦姐，你就算不想让姐夫坐牢，你也不必找个女人冒充姐夫吧？我找人冒充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闺蜜，她叫宫浪，
平常我遇到男人骚扰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叫他老公。这怎么回事？什么？江澄喜的老公是个女的？那这 DNA 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是个女的？刘丽丽、胡成全，你们说话！这证据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这不可能，她老公是个女的。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一个女人在外面自己创业，肯定会受到一些男人的骚扰。龚老可以当做我的老公，让我安心丁克。这种事情在我们江氏上流社会无人不知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的身份证件，我叫龚烙，也就是他口中的老公。还有什么需要核实的吗？不错，证件是真实的。胡成全、刘丽丽，你们看清楚了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我老公昨天晚上8点在我家客厅强奸了你，胡成全，你又说你是亲耳所听。现在我老公就在这里。胡成全、刘丽丽，你当着警察还有记者的面，告诉我，一个女人是怎么强奸另一个女人的？是怎么在你体内留下 DNA 的？够了，江澄喜，你少在这妖言惑众。你以为随便找一个女人就能糊弄我们所有人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女人是你找来的演员，她根本就不是你老婆。陈希姐，就算你找了个女人冒充你的老公，那我这身上的伤也是你抹不掉姐夫伤害我的证据。你们这两个白眼狼，你们忘了当初读不起书是谁供的？你们现在就这么回报你们的恩人？既然你们说我叫我闺蜜假扮我老公，那我就拿证据给你们看。龚烙，你也是女孩子，我让你假扮我老公，会不会有点不合适？那怎么了？哎，既然你想丁克，我也想丁克，我们又都是女孩子，我们刚好组成一个不婚者联盟。要是以后有谁欺负咱们城西，我就以你老公的名义去揍死他。啊！哎呀，你就别闹了，真是的。你们看清楚了吧？我已经证明了我老公就是龚烙，现在该你们证明我老公是怎么强奸的。怪不得江总刚才不承认她老公强奸，原来她根本就没有老公，怎么强奸？姓刘的，你说你体内有 DNA， 那你说，龚小姐一个女人是怎么把 DNA 弄到你体内的？够了，江澄喜，你以为找个演员就能颠倒黑白？我告诉你，破案讲的是证据，我手上的 DNA 就是证据。江澄喜，快把你真正的老公叫过来，不然我会向警察同志申请强制执行。江女士，你提供的证据不能构成有效推论，请立即找出你真正的丈夫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明白啊？我就是程曦口中的老公，这个家里根本就没有其他的男人。陈希姐，那姐夫又不是只强奸了我一次，他在资助我上学的第1天起，他就已经开始一直欺负我了。我为他打了3次胎，我怕丢人，怕被退学，我就自己去做流产。我现在来就是来讨公道的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丽丽的流产报告单。这3年，丽丽经常是青一块死一块身上，她为了不让我们担心，被你老公整整玷污了3年。你们还想包庇江澄熙老公吗？要不是我知道真相，差点被你骗了。姓江的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老公欺负了人家小姑娘整整3年，你就这个态度？他还哪有人性啊？他现在心里全部都是她的老公和钱，我呸！陈希姐，
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包庇姐夫吗？不错，既然你们说完了，那该到我说了。刘丽丽，你说你经常流产是因为我老公长期强奸所导致，那我问你，你只和一个男人上过床？够了，江哲奇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了你包庇你老公，竟然说丽丽水性杨花，你明明知道丽丽才是受害者，你还往丽丽伤口上撒盐。受害者？你用一份不知道是真假的报告就说她是受害者，她怀孕明明是她自己胡作搞下的，为什么要冤枉到我那个不存在的老公身上？江城熙，你太过分了！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这是受害者有罪论！晨曦姐，虽然我现在身子已经脏了，但是我之前就是一直是清白的，我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呢。洁身自好。那你在我江氏酒店几百次的开房记录，难道是假的吗？记录显示，刘丽丽从始至终只有一个男人，不是我那个不存在的老公，而是胡成全。3年几百次，那岂不是说平均2、3天就开一次房？那这孩子不就是胡成全的吗？对呀，这流产报告上又不会写孩子的父亲是谁，那谁知道他这肚子里的爹到底是谁？够了，江晨曦，这些证据都是你伪造的，江氏集团是你们开的，你想伪造一个证据，还不是简单的很？我伪造记录，那我们去看看监控，看看和刘丽丽一直开房的人到底是不是胡成全。诸位，现在真相已经水落石出，刘丽丽、胡成全一起合谋伪造证据，企图要敲诈我1000万，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根本就没有老公，这才是事情的真相。江晨曦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就算我和丽丽是情侣，那也证明不了你老公就不是强奸犯。没错，人家小情侣又不是一直在一起，谁知道你老公什么时候侵犯的人家小姑娘？晨曦姐，那是姐夫，他拿了我跟成全哥的亲密视频，以此来威胁了我3年。你现在这是对外侮辱我。行，你们既然都不相信我，那我就以此证明我的清白。那我就以此证明我的清白。丽丽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江晨曦，你不是想一手遮天吗？我们这可是全网直播，网友肯定会还我们一个公道。你们看清楚，丽丽这些年吃的苦，还有受的这些旧伤，江晨曦，这都是假的吗？这都是被你老公玷污了整整3年。没错，江氏酒店是江晨曦自己的企业，自己给自己作证，根本就算不了证据。就是，我看这江晨曦就是在作假。这小姑娘再傻，也不至于去你们酒店开房，把证据扔你脸上啊！你们都疯了吗？有证据不信，你们跑去信这2个骗子的话。我闺蜜有没有老公，我还能不清楚吗？江女士，要是一直在这争论不下，这个案件恐怕一时半会儿分不出真相。既然你说你没有丈夫，那我们就去你家里调查一下，就真相大白了。不错，如果结过婚，就算收拾的再干净，也肯定有男人住过的痕迹。只要家里没有男人生活过的痕迹，那肯定就是这个小姑娘在撒谎。搜家，好啊，我同意。我会让记者跟随，全网直播。到时候要是我家里搜不出任何男人的证据，那就说明胡成全、刘丽丽他们是伪造。我会让警察立刻逮捕，一起从严处置。到时候他们出不了监狱。
商队，刚刚我已经全部都检查过了，这里完全没有男人生活的痕迹。我刚刚也搜查了一遍，这里面的确很干净。刘丽丽，你都听清楚了吗？刚刚警察同志都已经检查过了，整个别墅没有任何男人生活过的痕迹。现在你就告诉我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这不可能！你这么大的一个别墅，一点男人生活过的痕迹都没有，一定是你把东西提前转移了。你在说什么梦话？这么大的房子，要是有男人，怎么可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全部转走？这只能说明我们说的才是真的，我根本就没有男人。整个事件分明就是你和刘丽丽恶意通信。顾先生，刘小姐，经过我们初步排查，江总家没有男人生活痕迹。我们现在依法以恶意构陷的罪名对你们提起公诉，请立刻跟我们走一趟。等等，请立刻跟我们走一趟。谁说没有男人生活的痕迹？这些不都是男人的衣服？江城西，你果然在撒谎！你把你老公藏哪了？江总，你之前说你没有老公，那这衣柜男装又是怎么回事？不清楚，这些衣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江城西，你还在这装？看看这衣柜衣服数量这么多，不是你老公还能有谁？快说，人呢？这一衣柜的男人衣服，春夏秋冬四季都有，绝不是偶然。直播间的观众们，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。程曦姐，我在家里住的时候就一直发现姐夫进出这个卧室在挑衣服，现在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，你还要解释什么？江城西，你还在这胡说八道！现在证据都在这儿，看看谁还听你胡说八道？都说够了没有？我就去上个厕所。你们怎么把我的衣服都翻出来了？你的衣服，龚小姐，你可真是江总的好闺蜜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帮他撒谎是吧？你可看清楚了，这衣柜衣服尺码这么大，就算你喜欢穿男装，这些衣服是你能穿得下的吗？谁说这些衣服是用来穿的？我是男装设计师，这些都是我的作品。你没发现这些衣服都没开封？就算你是男装设计师，你怎么证明这些衣服是你的作品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搅局。什么搅局？我看分明是你们在胡闹啊！你们都看清楚了，我设计的每一件领口内衬上都有我名字的缩写 GL。就算我要冒认，我需要花多少时间把这些标做好？江氏集团旗下的男装线是由我处理的，这些样品放在这儿是因为我的工作室最近在装修，要借一下程曦的衣帽。你们拿着我的西装污蔑我的闺蜜，你们有脑子吗？江城喜，你又玩这套是吧？之前让这个女人冒充你老公，现在你又让她冒充设计师，你当我们这所有人都是傻子吗？程曦姐，我在家里面住了3年，这3年期间我就看到了这件衣服，就是姐夫的。刘丽丽，你确定3年前就见过这些衣服？我用我的人格发誓，这些衣服就是姐夫的，跟龚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现在大家都听清楚了。刘丽丽她说她3年前就见过这些衣服，而这批衣服是我3个月前让龚浪帮我设计的款式。刘丽丽，你说3年前就见过我老公穿这些衣服，我老公是穿越了吗？是真的，这衣服就是最近才做出来的，怎么可能3年前就有人穿上了？刘丽丽，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有没有见过江总？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大家都看明白了吧？现在谁才是被冤枉的？谁又是从头到尾一直在说？程曦姐肯定是有老公的，
是这些衣服长得都一样，我有点记不清了。不错，丽丽只是记混了时间，但重点不是这件衣服。重点在这上面。江城西，你不是说这些衣服是你让宫老设计的吗？那你的这些样品里，也包括这条男性内裤吗？什么？江城西，我说这么大的别墅怎么搜不到男性用品？原来让你藏这儿了。内裤是穿过的，这些计生用品是男性的，是你一个女人用的吗？你不是说你没老公吗？现在证据就摆在你面前，你还想？这不可能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。现在证据就摆在你面前，你还想否认？江城西，赶紧认罪，否则等待你的就是法律的严惩。城西姐，现在人赃并获，你就快把姐夫交出来吧。小张，马上把这些东西送到技术科做 DNA 检测。是。江总，现在有明确证据指向你在家中藏匿成年男性，结合与刘丽丽指控你老公强奸罪名，你有重大包庇、协助藏匿嫌疑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警察同志，我拒绝。现在真相还没有完全确定，我要申请行政复议。江城西啊，这衣柜是你们家的，内裤是男人穿过的，你还想抵赖什么？城西姐，你就承认了吧，是姐夫做了错事，你可不能再执迷不悟了。执迷不悟的不是我，是你。我只是在揭露你们嫁后的真相。胡成全，刚刚那个赃物明明是你自己放进去的。没错，这个衣柜里的东西是我一件一件放进去，怎么会有男性用品和这些卫生用品？肯定是你刚刚自己放进去的。胡成全，你以为就凭一些小动作就能颠倒黑白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真的想销毁这些证据，为什么会留下一个这么大的洞？宫小姐说的对，她要是想毁灭证据，直接扔了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留在衣帽间？而且这衣帽间8个柜子，怎么偏偏胡成全随便一开就找到了？没错，怎么刚才我们这么多人都找不到，他一下就找到了，就好像提前知道一样。不是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警察都在这儿，我怎么可能大庭广众下往里面塞东西？大家都可以给我作证啊！胡先生进来后，确实一直出现在我的视野范围内。他的确没有机会从自己身上拿出东西再放入衣柜。江城西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现在警察都这么说了，你还想狡辩？赶紧认罪！连警察同志都这么说，那应该就是对的。刘丽丽的确是被江城西老公强奸，这些内裤和计生用品就是证据。警察同志，我真的没有撒谎，这些东西就是姐夫用过的。是江晨曦他想帮他逃脱才胡说八道的。江晨曦女士，请你配合，现在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。等等，警察同志，其实我是不想把事情闹大的，只要晨曦姐赔偿我2000万，再加上江氏集团30%的股份，这样我就可以签谅解书，我们也就不用再追究了。对，江晨曦，看在你资助过我和丽丽的份上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我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绝，赶紧赔钱。2000万，这赔偿要求也太过分了。不过，这受害者确实挺可怜的。这江哲喜啊，这么多年赚了这么多钱，也应该赔一点。30%股份加2000万，刘丽丽，你真实面目终于暴露了。江晨曦，你还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？赶紧赔钱，否则你和你的公司都得完蛋。我选第3项。警察同志，
我现在立刻要求对刚刚的物证进行 DNA 检测。李天全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证明刚刚那几件物品是属于我那没有的老公。江城西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一口咬定这内裤就是我老公的，那刘丽丽体内的 DNA 又是强奸犯留下的，那么这内裤上的 DNA 就必须和刘丽丽的 DNA 完全相符。这要是对不上，我会立刻对你们进行法律制裁。警察同志，检测结果怎么样了？江小姐，刚才送检的证物已经包括 DNA 检测对比，结果应该马上就出来了。刚才技术科来到消息，内裤上的 DNA 已提取完毕，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与刘丽丽体内残留 DNA 样本完全吻合，且在内裤上提取到江晨曦女士的指纹。什么？内裤上居然有江澄喜的指纹？那岂不是说他亲手触碰过这个内裤 ？DNA 吻合，施暴者就是她老公无疑了。指纹证明他们两个亲密。江澄喜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江澄熙啊，现在证据链完整了，人证、物证、指纹、DNA 全都有，我看你还怎么抵赖？澄熙姐，我就是想要讨回个公道，你为什么非要包庇姐夫到底？你这样，我也帮不了你。江女士，证据确凿，你必须向刘丽丽女士进行民事赔偿，并立即告诉你丈夫的下落。检察同志，你们怎么确定内裤上的 DNA 和刘丽丽的 DNA 是同一个人？当然确定，施暴者就是你老公江澄熙，我看你怎么玩花样。是吗？那我们一起去看看监控，看看这个所谓是我老公的内裤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的。什么监控视频？江澄熙，现在证据已经齐全，别以为一个破视频就能拖延时间。就是，这案子已经结了，江晨曦，你还要节外生枝干什么？刚才胡承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江澄喜的老公就是犯人吗？怎么现在江澄喜要拿出证据，他俩这么慌张？该不会他们两个真的有猫腻吧？警察，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？赶紧把这个女人抓走，她简直就是胡闹！胡承全，你这是害怕了？你怕我拿出证据，怕我证明这条内裤是你们放的，怕我这个所谓的老公根本就不存在，是你们杜撰出来的一个空法子。江澄喜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别以为你是丈夫就能摆脱自己的嫌疑。胡先生，请稍安勿躁。江女士，你有什么证据，请立即出示。这是3天前江氏别墅的监控视频录像。什么？这竟然真的是胡承全放进去的内裤？那岂不是说这条内裤跟江小姐的老公根本就没有关系？还有什么老公？别墅里根本就没有男性用品，这就证明我们程曦说的是真的，她口中的老公就是我。胡承全，你口口声声说我老公强奸了刘丽丽，而这条内裤又是我老公的，那我老公的内裤怎么会在你的手上？还是说这条内裤本身就是你自己的？你为了诬陷我，不惜在刘丽丽体内留下自己的 DNA， 然后又将你自己的内裤放到我的别墅，伪造现场。这一切根本就是你和刘丽丽自导自演的诬陷和敲诈。这视频是假的，江澄喜，别以为你一个破监控就能摆脱自己的嫌疑，我告诉你，没门！这份监控我已通过司法鉴定中心公证，
没有任何合成痕迹。胡成全，你现在的犯罪事实证据确凿。原来你们就是来讹钱的，什么强奸，全都是你们自导自演。观众朋友们，江总已经给出决定性证据，真相已经水落石出了。胡成全，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？你所想到的借口我已经全部预判。这内裤上的 DNA 和你女朋友体内的 DNA 都源自于你吧？我刚才已经叫人把2份样品全部积极送检，等这3者结果相符，你们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张希，检测报告出来，内裤的 DNA 和刘丽丽体内的 DNA 一致，但不是来自于胡正全。什么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怎么会不是胡成全的？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有错，我反复确认过。怎么回事？内裤上的 DNA 和刘丽丽体内的 DNA 是同一个人，但又和胡成全的不一样。那岂不是说真的有人强奸了刘丽丽？那胡成全和刘丽丽说的就是真的，真的是江成杰的老公强奸了刘丽丽。胡成全，你为了赢了这个官司，竟然叫了另一个人去强奸刘丽丽。江成熙，你血口喷人！我和丽丽相爱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拿她的清白来污蔑你？江晨曦，明明是你老公强奸了我，他老谋深算，把我体内痕迹全部都清除了，为什么还要反过来污蔑我，把我们害得还不够惨吗？弄清楚了吧？江成熙和她老公是一伙的，他们用钱把所有证据抹平了。我和丽丽是不得已才把她老公现场留下来的内裤当做证据。怪不得那监控里有胡成全栽赃的视频。江成喜他是故意用监控拍下来，想栽赃胡成全。他就是将计就计，想把他2个逼上绝路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们根本就不是这种人。但是丽丽体内的 DNA 这是实打实的，就是你老公强奸了丽丽。胡成全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。刘丽丽体内的 DNA 根本就是那个男人留下来的，你们为的就是想诬陷给我那个不存在的老公，敲诈勒索。江成熙，你凭什么以己度人？你无情无义，我和丽丽就跟你一样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伤害丽丽的。晨曦姐，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吗？那我又没有勾引姐夫，他碰我又不是我的错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好，我不跟你们在这胡说八道，我现在就全网宣上，找到这个男人的真实身份。只要这个男人一出现，你们所有人一个都不留。吴秘书，现在根据我发给你的检测报告，我让你立刻找出现在这个男人。老婆，我跑不了了，咱们认罪吧。咱们认罪吧。老婆，我跑不了了，咱们认罪吧，不演戏了，好不好？你谁呀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老婆，你别装了行吧？我是你老公，我是公明子啊，我不想一辈子被警察追着跑。对了，是你说能花钱摆平，我才去强奸刘丽丽的。你说孩子生下来之后过继给你，我都答应了。你现在可不能撒手不管我呀！什么？这个男人就是江成喜的老公？江成喜是这场强奸案的主谋？这也太炸裂了！就是江成喜指使这个男人强奸丽丽了，还要人家把孩子过继给他，简直就不是人！江成喜，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不是说你冤枉了吗？这个男人是谁？为什么他叫你老婆？又为什么说你指使他强奸丽丽呢？晨曦姐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你，我还以为是姐夫色胆包天，恨你。张女士，请你解释一下，
你和这个男的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说他是你丈夫，并且强奸完全是受你指使，他所说是否属实？请你立即回答我。当然不属实，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龚明姿，你说你是我的老公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老婆，我们都结婚7年了，还需要什么证据啊？老婆，别演戏了，好不好？你放手！好啊，伪造真的是全靠你一张嘴啊！老婆，哎，孔明姿，你说你和我结婚了7年，那我问问你，我们的结婚证在哪？我们的结婚照又是在哪？证婚人是谁？我们的共同财产又有哪些？我怎么说不出来了？你口口声声说和我结婚了7年，怎么一张结婚证、一张结婚照都拿不出来？你这假冒的，哼，也太不专业了吧！陈曦姐，他明明就是受你指使才侮辱我的，现在连他都承认了，你还不承认，是不是有点太没担当？这么迫不及待的就出来维护他了？洪文全、刘丽丽，这个人是你雇人的？你放屁！江城西，没想到你这么绝情，那也别想我让你好过。好啊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个冒牌货还能憋出来什么样的理由。江城西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没有结婚证，那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领证。你说你在生意场上需要立什么单身人设，不方便公开。这么多年，我当你的地下丈夫，我什么事没给你干过？现在倒好，出了事想把我给撇开，我告诉你没门儿。龚明姿说的有些道理，这些上流阶层，很多夫妻不都没有名分吗？没有结婚证又能怎么样？如果他真的是江明熙的地下老公，那别墅没有他的东西也就说得通了。说明啊，江城西早就防备着他，他就是幕后黑手。你们这些人没有脑子吗？这个龚明姿除了空口白牙说瞎话以外，他还有什么证据？你们还信他？没有证据。江城西，你以为我不会留后手吗？你的身体特征我一清二楚，在你后背上有一颗米粒大小的红痣，屁股上也有一颗黑痣。这些地方如果不是你男人，谁会知道？如果我不是你老公的话，我怎么会这么清楚？江城喜，你不是说龚明子不是你老公吗？你身上的影子，他怎么一清二楚？这你该怎么解释？该解释的不是我，是刘丽丽。刘丽丽在我家住了3年，我的更衣室、我的浴室，她进去过多少次？我的身体特征，她又见过多少次？你说我这些身体特征是你作为丈夫才该知道的，那刘丽丽跟我朝夕相处3年，她把我的这些身体特征告诉你这个同伙，难道很难吗？对呀，刘丽丽在江家生活，她肯定知道，这根本就不算证据。陈曦姐，你怎么什么都怪我呀？这件事根本就跟我没关系。江城西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要到处攀咬吗？好，你以为你不认我这个老公就完了？你以为我没有铁证吗？看清楚了，这是你无法生育，指使我去强奸刘丽丽，并把孩子过继给你的协议，这上面有你的亲笔签名。这场强奸案从一开始就是你谋划的，我只是从犯，而你才是主谋。江城喜，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还有你的指纹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可抵赖？连协议书都有，白纸黑字。江城西，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？江城喜啊，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做这么绝。我看在你资助过丽丽的份上，我念你一个恩情。陈曦姐，只要你向我公开道歉，并且给我江氏集团30%股份，并且还有20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我可以放弃法律程序。这是我和丽丽最后的退步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江总裁，你伤害了这个姑娘这么多次，让你赔付30%的股份，是便宜你了。30%股份和2000万，吴成全、刘丽丽，你们的算盘打得可真响。但我不同意。你们以为伪造一份证据
就能拿捏我江城西？我偏不信这些。警察同志，我申请对这份文件做笔迹鉴定。如果鉴定结果为真，我认罪；如果是诬陷，我让他们牢底坐穿。江城喜，你非要闹这么难看是吧？何必呢？你同意我和丽丽的要求，大家各退一步，你的房产还能保留大部分。否则这结果出来，你可就什么都没了。胡成全，这结果都还没有出来呢，你就以为你赢了？结果，江城喜，如果我没有万全的准备，我会报警吗？今天这出戏就是我为你唱的。城西姐，我可是不想让你坐牢，我只是想让你给我一个道歉。刘丽丽，你别装了，你不就想要钱吗？还道歉？之前资助你，算我眼瞎。城西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对你可是一直心怀感恩，我只是不想让你一直这么错下去。对，江城喜啊，我和丽丽是想让你大义灭亲，你越来越执迷不悟，这些都是你自己自作自受。笔迹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经过各项指标综合判定，这份协议书上的签名与江女士的笔迹高度吻合，可以确定为真迹。会不会是检查搞错了？我们城西根本就不可能签这种协议的，一定是你们又在诬陷他。这还有什么不可能？这可是权威机构检测的，还有警察背书，功劳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执迷不悟吗？城西姐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证据不会说谎。你要是向我道歉的话，我可以求警察从轻发落。刘丽丽，我不知道你是在哪里搞到我的笔记，既然你能证明是诬陷我，我也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难道不是吗？你自己怀不了，就想要我的孩子，这是事实。你口口声声说我不孕不育，是他强奸了你，而你又说和我做了无数次我都怀不上，所以才签的那份协议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我的身体正常，生育根本没有问题？不是，江城喜，整个江城谁不知道你江城喜不孕？哎，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骗得了警察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所有人听到的消息都是真的？你们看清楚了，这是我3个月前在医院做的体检报告，妇科、生殖系统、内分泌都很正常，我没有不孕症，从来都没有。不可能！那为什么他们都说你不孕不育？因为这个消息是我自己发出去。江氏初期，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打着联姻的幌子骚扰我当时只想认真做事，没想到今天还有你们这个意外之喜。孔明子，你口口声声说是我让你强奸刘丽丽，让她把孩子过继给我，可是我的身体根本就没有问题，我为什么要让你借腹生子？孔明子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？你想清楚，你真的要为这么一个不清楚的人搭上自己的情感背景？说清楚，到底是谁指使你？是他，是他让我来的，是他让我来的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自己犯罪，还想倒打一耙，是想包庇你老婆吗？想想你的家人，谁还想不想要？敢跟我说，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过。警察同志，我举报胡承前的威胁证人。我刚才记错了，没有人指使我，我就是江城西的老公。龚明子，你可想清楚了，现在警察同志在场，没有人敢威胁你，你可别一错再错。江城西的确没病，可他从来不让我碰，他喜欢女人，嫌我恶心，所以想让刘丽丽怀下孩子过继给江家，这样
他也不用委屈自己跟我睡觉。原来程曦姐3年前让我去她家，是把我当了生育工具啊！好啊，你们一个说我不能生育，一个又说我从来不让你碰，你们3个人说的话能连在一起？你不就是欺负我江城熙是个孤儿，父母早亡，没有家人替我作证吗？江城熙，你家大业大，我们都是穷人，被你威胁的不得不开口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就是程曦姐，邪不压正，是你指使的姐夫来侮辱了我，所以你必须给我保证。好一个邪不压正！蒲承全、刘丽丽，既然你们要一个证据，那我给。江城熙，你少在这给我带节奏了。你有什么证据？龚明子是你老公，那协议也是真的，就凭你一张嘴，就能颠倒黑白吗？颠倒黑白的是你。行了，有东西给看我看。蒲承全，你们一直说让这个男人去强奸刘丽丽，为了这个怀孕生个孩子，延续我们江家的香火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个男人根本就不能生育？江城熙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通过我刚刚紧急调检3家医院的体检证明，显示这个男人说是我的老公让刘丽怀孕的女人，他患有严重的无精症，他不能让任何女人怀孕。蒲承全，你用一个根本就不能生育的男人去强奸刘丽丽，获得继承人，你这个做法从一开始就不成立。不错，这份报告来自正规医院，还有鉴定报告，江城熙小姐说的都是真的。所以说，这个龚明子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，那江总怎么可能安排他去强奸刘丽丽生孩子？这就是污蔑。这个龚明子从进来就帮着胡承全说话，所以他们肯定是一伙的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江城熙，你家大业大，你买通一个医院很难吗？就是我一个女生，怎么可能用我的清白来开玩笑？江城熙，你不要以为你权威大就可以颠倒黑白。龚明子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患有无精症，根本就不能让任何女人怀孕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吗？龚明子，我和程曦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弃暗投明说出真相的话，我们可以对你既往不咎。但如果你继续执迷，那就别怪法律无情。龚明子，他们在这唬你，这份报告肯定是假的，他们只是在诈你。龚明子，你还要一错到底。我既然能在医院检查出你的报告，也能检查出别的，难道还让我拿出其他的证据？不错，如果你现在不说，江氏集团的女尸团绝对不会失控。你慌什么？那份报告肯定是假的，你自己做没做过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孔明子，你涉嫌强奸、敲诈勒索、伪证罪，数罪并罚，至少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你自己想清楚。我说，我全说，是胡承全逼我干的，他给我下药，让我强奸刘丽丽，他还拍了视频。对，胡承全说让我假扮江城熙的老公，帮他敲诈成功，这件事情就一笔勾销了，不然的话，他要送我去坐牢。我操！胡承全，你他妈还是人吗？居然为了钱让别人去强奸自己的女朋友！龚明子，请给我说清楚了，我什么时候逼你了？畜生，简直是个畜生！我早就看着这胡承全不像什么好人，果然是他搞的鬼。这刘丽丽啊，也是可怜，摊上这么个男朋友。龚明子，你血口喷人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假扮江城熙老公，还威胁我和丽丽不准报官，还强奸丽丽，我和丽丽才是受害者。胡承全，现在有人举报你犯刑事案件，这是违法。你以为就凭你的口头就能摆脱嫌疑吗？不错，胡承全，你还有什么想要辩解的？留着所有的话，等着跟警察说去吧。胡先生，你现在涉嫌策划强奸、
污蔑等罪名，请你立即跟我们走一趟，接受调查。等等，我们是无辜的，都是公明子诬陷的我们，所以我们才来讨要公道的。对，丽丽说的对，我们就是公明子栽赃的，我和丽丽是无辜才上了他的当。各位叔叔阿姨，我和成全哥都是从乡下来的，是成全哥看我一时委屈，所以才来讨要公道的。我们真的以为是程曦姐的老公，才过来。刘丽丽这话也有些道理，他们两个年轻孩子怎么可能知道社会险恶？都是这个龚明姿自称江总的老公，才引发了这场闹剧。这么说，刘丽他们和江总一样，都是受害者。真正犯错的只有龚明姿一个人。胡成全，你可真不要脸啊！自己的责任竟然甩锅到别人头上。接下来你是不是就该说，诬陷我也是因为我的原因了？不错，就算这件事不是你干的，那龚明子打着你的旗号欺负丽丽，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？你也该赔我个精神损失费吧。胡成全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！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讹钱？胡成全，你现在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着钱呢？现在该想想的是怎么不把牢底坐穿。坐什么牢？我跟丽丽都是农村来的，不懂法，犯点错怎么了？你一个有钱人，还至于跟我们斤斤计较？你少来这套！农村来的就可以诬陷别人吗？做错了事就要认罚。没错，事到如今，你们还以为你们请这个男人会心甘情愿的为你们背锅吗？胡成杰、刘丽，你们两个可真够可以的，之前怎么承诺我的，现在出了事儿，全都推到我头上，你有证据吗？啊？就凭你一张嘴，就想污蔑我是吗？胡成全，你以为我跟你这种不要脸的人合作，我会不留后手的？是你先卖我的，就算是坐牢，也要拉着你一起坐牢。做事之前，你可要想清楚，就算是坐牢，我以后还会出来的。我的事儿不劳你费心。事成之后，你拿着钱远走高飞，江城喜的老公这个身份，你就用这一次。记住，不管出什么事，都要咬死他。你是她老公，只要咱们口径一致，他就翻不了身。胡成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胡成全，你的罪行已经是板上钉钉了，就等着法律的严惩吧。大家都看清楚了吧？这场闹剧真是一波三折。但是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，谁能想到最初的受害者居然是真凶，是胡成全为了钱才策划出了这场强奸污蔑案。真的，你们不能找我，我还有话要说。这录音肯定是假的，我申请做司法鉴定。江正喜，一定是你陷害我，一定是你买通了他。你以为这样你就能洗白了？我陷害你，胡成全，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，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牢底坐穿。够了，胡先生，真相已经水落石出，你们三个一个都跑不掉。胡成全，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我可被你给害惨了！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江总，对不起，我们之前都是被他们给蒙蔽了，所以才指责您的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接下来我们一定擦亮眼睛，不会再被蒙蔽了。无妨，你们也是为了伸张正义。要是人人都遇到事不平事也不说，那么谁来主张正义呀？那么委屈的人岂不是深冤无名了？没错，现在事情终于结束了，真相重见天日，大家先散了吧。还好你早先有准备，不然就让他们两个污蔑到。我也没有想到刘丽是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差点被她反咬一口。不过幸好她以为你是我老公，这样我们正好歪打正着。江女士，我们会把他们连夜带回去审讯。听说你和犯罪嫌疑人有3年的自主关系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要对刘丽丽说的？
他自作孽不可活，我没有什么要说的。走。程曦姐，我是无辜的，你饶了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是被胡成全给骗的。刘丽丽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你联合胡成全一起谋害我，你就是主谋之一，现在还想让我给你求饶？不是，我是受害者呀，是他和龚明姿一起联合我来强奸我，然后骗我告诉我是姐夫，让我来闹事，说闹完事之后会给我拿钱让我治病，可我压根没有想到是龚明姿，是他雇来的，我真的以为是姐夫。刘丽丽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吗？吴成全，明明是你疯了！我把你当做我最亲爱的人，而你呢，是让我伤的最深。现在我身败名裂，清白也没有了，你还要让我去坐牢？好，我承认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。吴成全，你别瞎磕，你和刘丽丽分明就是一伙的，她怎么可能不知情？公了，办案是讲证据的，我没干过的事，为什么要承认？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，什么瞎话都编得出来是不是？你，警察同志，对我的言行负责，这件事全都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找人强奸丽丽，还有冒充江成一老公，还有那份 DNA， 还有这份文件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丽丽她毫无知情。成全哥，你闭嘴！我都已经认栽了，不用你来可怜我。你应该恨我，我毁了你一辈子。这次是我不对，下辈子我给你做牛做马，这辈子就当没见过我。我们这边会去核查线索，如果在本次案件里面没有刘丽丽的痕迹，那我们会依法释放刘丽丽。程曦姐，你听到了吗？他全都承认了，我是无辜的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就看在我们3年的感情上，你救我出去好不好？我出去之后，我一定都听你的，我好好上学，我不鬼混了。刘丽丽，我以为你还会有一点点良心，没想到你会为了丽丽，先是背刺我，然后连自己的男朋友都不要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不能说？礼仪廉耻，刘丽丽，还有什么是你丢不掉的？程曦姐，你骂吧，反正你骂我都是为了我好，我不恨你，真的，你随便骂。刘丽丽，你能不能要点命？你做了这么多错事，害得程曦差点家破人亡，你现在觉得你装装可怜就可以获得原谅是吗？告诉你，绝对不可能。程曦姐，好，那我给你一个机会。程曦，你不能听他的，刘丽丽是惯犯，你这次放过她，她下次还会害你的。龚老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程曦姐这是心地善良，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这是嫉妒我们感情好。好，那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但是你必须把这些年做过的错事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我。我说，我都说，我上学的时候跟人打过架，偷过家里钱，骗过同学钱，还有，没有了，我都说完了。晨曦姐，这次你能原谅我了吗？当然不行，当然不行。你耍我？我说过我可以给你机会，但是我没有说过只要你说出来，我就必须要原谅你。程曦，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。刘丽丽，你真的以为我江晨曦白手起家创造这么大的一个江氏集团，我是一个耳根子很软的傻白甜吗？晨曦姐，你忘了我们还有3年的感情吗？这3年我对你都是真心的。正是因为我们有感情，所以我才可以原谅你无知上面的过错。晨曦姐，你相信我，这就是最后一次，没机会了，这一辈子你都不可能得到我的认可。
检察同志，刚刚刘丽丽她的罪行你都听清楚了吧？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单方面解除我资助她的合约？刘丽丽涉嫌参与敲诈勒索，作伪证，犯罪事实清楚。江女士作为她的资助人，有权解除资助合约，并且追究其法律责任。刘丽丽，这是我之前资助你的合同，从今天起，这份合同就此作废。并且，我还会要求律师追究这3年我对你的一切赞助，生活费、医药费、学费一分不少。刘丽丽，从今以后，我们恩断义绝。为什么这么恶毒？你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还要对我赶尽杀绝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就不能给我留一条活路吗？我赶尽杀绝，你和胡成全一起害我的时候，你有给我留个活路吗？你这样的人，一辈子得不到原谅。刘丽丽，你这样的人只会把错误归咎给别人。你白吃白喝城西3年，从来没说过半个谢字，现在想着背刺他，现在他只是想收回原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就说他恶毒，你有廉耻心吗？那又怎样？是江晨曦他的错，他要么不帮，要么就帮到底。刘丽丽，你真是你求你有理呀！我帮你是因为可怜你，并不是因为我该你的。刘丽丽，就你这样的思维，活该你一辈子翻不了身。警察同志，现在是不是已经真相大白了？我要求胡成全和刘丽丽立刻接受法律的罪证。证据确凿，他们跑不掉。你这个贱人，老子认罪，你能逃不掉吗？要不是你，我能沦落到今天这地步吗？事情终于结束了，这些犯人真是罪有应得。走吧。程曦，我是真服你了。刚经历完刘丽丽那档子事儿，你还想着继续做慈善呢？正是因为经历了，才更要做。俗话说，先读书后开智。我要是不给江家村的那些人继续开智，还不知道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你心可真大，人心混杂。江家村多的是刘丽丽的亲戚，要是都像她那样，不仅不会感恩，还会恨你一辈子的。哎，刘丽丽现在在牢里，肯定每天都在骂你呢。你又提他干什么呀？昨天他和胡成全就已经被送去监狱了，一辈子也出不来。以后，家人们，看江姐，这就是江氏集团总裁的办公室。这个叫江晨曦的女人，她暗恋想进监狱，但是她没想到的是，我刘丽丽又回来了。刘丽丽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监狱里吗？就凭你们也想把我送到监狱去？我今天来就是来讨债。程曦，你看，这是昨天胡成全和刘丽丽案件的审理结果。怎么可能？胡成全一个人揽下了所有的罪，刘丽丽无罪释放。你究竟给胡成全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成全哥这是牺牲了自己来让我复仇来。你们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，我们当然不会饶过你们。我今天回来就是要告诉全网人民，这3年来江氏集团所有的策划案、产品报告书全是我一个人写的，而江晨曦你是盗窃我的劳动成果，他就是盗我钱的窃贼。刘丽丽，你昨天刚因为胡说八道被送进监狱，今天又犯这个毛病，你这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？因为今天死的不是我，是你。家人们，你们好好看看，这个叫江晨曦的女人，她打着资助我的旗号，却盗取我的劳动成果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夺回我的江氏集团。
这女的不就是昨天诬陷江总那个人吗？怎么又出来了？就算出来也不是什么好鸟，还以为我们会像之前一样容易上当吗？江总，别理他，直接封他号就完了。刘丽丽，你还有脸开直播呢？警察昨天已经查清楚了，你就是个敲诈犯。怎么，今天是过来求饶的，还是来蹭热度？这个就是证据，这是我3年期间的江氏集团所有的产品策划案和报告表，都是我自己写的。而江晨曦是盗取我创意。江晨曦，你敢认吗？你敢给大家看看吗？这么多资料，难道刘丽丽说的是真的？肯定是真的，如果不是真的话，这个刘丽丽也不敢拿出来吧？造假也得有个限度啊。大家先等一下，说不定还会有反转，咱们还是先看看江总的解释吧。3年写了这么多东西，这要是真的，那江总确实有点过分了。刘丽丽，你少在这颠倒黑白了。你在程曦家住了那么多年，偷一点资料和文件很困难吗？你吃它，住它，现在连办公室里的草稿纸都拿偷来当证据了，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。空了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自己听听，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能偷到3年前的设计初稿。什么叫做没有法律效力？这些证据都是我拿到公证处公证过的，这些叫知识产权。这3年来的江氏集团知识产权都是我的，所以你们才是偷东西的罪人。刘丽丽，你信口雌黄！你确定我公司3年的合同都在你手里？我确定，这些证据都是我拿到公证处公证过的。为什么是3年？那是因为你3年前刚进我们江家，所以才有机会拿到这些合同和我的方案。没错，刘丽丽，你为什么只有这3年的资料？恰恰是因为只有这3年，你才能住进程曦家，你才是贼。公老，你少胡说八道！是江晨曦盗取了我的创意，所以他才是贼。刘丽丽，你倒打一耙！江晨曦，你不是很能说会道吗？那你倒是给大家伙解释解释啊！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。家人们，听见了吗？他说他无话可说，因为他心虚了。江晨曦，你既然都认输了，那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现在就把江氏集团转让给我，并且撤销对胡成全的所有控告，否则我就让你变得连流浪汉都不如，甚至不如乞丐。我操！刘丽丽竟然说的是真的，现在江晨曦连反驳都不敢了。怪不得我说呢，为什么江氏集团在3年前一文不名，现在突然就成了我们市的超级集团？原来是江承喜剽窃了刘丽丽的创意。刘丽丽太惨了，被偷了创意还要被赶出门，支持她维权。兄弟们刷起来，支持刘丽丽正义维权，将江承熙赶出江氏集团。我猜现在全网的人民现在都在支持我呢。江承熙，还不赶快滚出我的办公室！你笑什么？你以为我真的做不出来让你变成流浪汉的事情？我已经不是你当初认识的那个可怜虫了。我知道你能做得出来，但是你做不出来。我做不到。江承熙，你不会还以为我是3年前对你言听计从的小女生吧？看来我刚刚说我不想解释，让你误会了。我可不是向你服软，那是因为我不想跟你解释。有个人他可以跟你解释。我和程曦今天还约了一个人，他会代替我们给你一个解释。你们又在耍什么花招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江氏集团必须得改姓，否则你请神仙来了都没用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你对他说吧。刘丽丽，你是要让谁流落街头？你是不是非要让我跪下来求你才甘心呀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在老家吗？刘丽丽，你别叫我妈！你敢拿这个破手机到处去污蔑人，我不配当你妈！刘
666，怪不得江总不怕刘丽丽恶意诬陷，原来是把刘丽丽他妈都找来了。兄弟们都看清楚了吗？连刘丽丽他妈都给江总作证，现在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无辜的人了吧？妈，是不是他把你给叫过来的？我还用他叫我吗？我自己来的。你昨天做的好事，全村的人都知道了。你不知道江总是我们整个江家村的恩人吗？你和胡成全这么对他，我这张老脸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搁了。妈，你是我妈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他是骗你的，我才是无辜的呀。利用我，丽丽，你知不知道？当年你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，是谁资助你的？是江总。你爸生病住院，是谁垫付的医药费？也是江总。我们村修路、通电、盖学校，全都是江总拿的钱。他是我们整个村的恩人。你告诉我，他用什么来利用我呀？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你被他灌什么迷魂汤药了？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江城西他为了掩盖真相，用自己的钱收买我的亲妈，他就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。这刘丽丽也太不要脸了，自己亲妈都出来作证了，但是为了钱还是要去栽赃自己家的恩人，真不要脸。这老太太看着挺真诚的。不错，你们都听清楚那老太太的话了。整个江家村的一切都是江总出的钱，这么大的好人怎么就得不到好报，被这么一个贱人欺负？各位网友，我叫刘翠花，是江家村的村民。江总为我们村做的事，3天3夜也讲不完。丽丽，你还记得你上大学前说过的话吗？你说妈，我以后有出息了，我一定要报答江总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你不仅不报答他，你还害他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既然你还执迷不悟，那我也不认你这个女儿了。丽丽，是妈没有教好你，我教不了你，也对不起我的恩人。你之前不是说要拿命来证明清白吗？今天我就拿我这条老命证明江总的清白。阿姨，你别做傻事，阿姨。丽丽，川妈求你了，你收手吧。这刘丽丽真是太畜生了，把自己亲妈都逼成这样了，一边是自己不争气的女儿，一边是帮了自己的恩人，抉择不了了。刘丽丽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妈都要为你死了。刘丽丽这种人渣根本不配活着。刘丽丽，你还有点人性吗？但凡你还是个人，你就该知道现在该怎么做。刘丽丽，我本来还想给你一点教训，但看在你妈的份上，只要你去自首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丽丽，江总还愿意原谅你，你要还继续执迷不悟，从今以后，我就和你断绝母女关系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认罪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所有人，我这就去执法局。好了，签完这份合同立刻生效，我们江氏集团对江家村的资助也可以正式开始了。程曦，说实话，我之前不建议你继续做慈善，是怕你再次受伤。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你做的是对的。不是所有人都像六里里那样，江家村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帮助的。江家村就是因为太穷了，教育跟不上，才会出现刘丽丽那样的悲剧。现在等学校建起来，孩子们以后就有书读了。我给这所学校赞助了奖学金和助学金，让每个孩子都有书读，只要他们愿意读书，我就供到底，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应有的教育，让刘丽丽这样的事情
再也不要发生。这才是我做这件事的意义。程曦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啊。